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辅助绝活哥他的牛头的一个游戏理解，还有对线的一些连招，还有小技巧。出装的话就是那个诱捕装置，这件的话是给辅助给射手给队友提供更多的发育空间，然后他有技能减 CD， 所以完全不影响。然后第二件就出那个饥渴的聚合。出聚合的话也是比较适合牛头的，大招以后黏住对方。像德莱文前期的话没办法，你很难跟他，就是特别泽利这种大后期的，前期手又短又打不过人家，这种情况下牛头就别学 Q 了，而是学 W， 先把它顶开，让他不要有那种输出空间，你知道吧？要射手的话就只能选择文经验。如果对方还敢就到塔下这边来的话，闪现 Q， 然后一个 W Q 闪，而不是闪现 Q。Q 闪的话是对面没办法，很难反应过来的。Q 闪，然后给引燃，直接往塔下顶。但这种情况是没什么兵线，没有兵线进塔的情况下，你看德莱文就保持很好的距离，控住压线，但也不推。你这样子打的话，主动权永远在对面。等到了3分钟吃那个小猪，或者说6分钟的小龙团的时候，你射手就是劣势，因为你的主动权永远是在那边。这里的话，打断一下对方的一个输出节奏，没办法的。泽利的话伤害对，而且对面有闪现，你这样操作确实可以，但建立不了太大的优势，不如慢慢的回守着吃线。就牛头 W， 你不要想着说把人顶开就是送开，然后不是的，而是有种状态就是说你能给射手有一个就是发育环境。这就够了，把对方顶开，不一定要每次都要WQ 2连，就是2技能和1技能2个顺放的话，你 W 过去的时候会瞬间把对面锤起来。但这个过程要快一点，手慢的话就容易说先把人顶开了，而不是说飞过去的时候把人家锤起来。看到这里就 WQ 2连，然后给到控制，让队友吃一下伤害。这里泽利过来抢了个人头，不影响。这里的话技能在 CD， 没办法，千万不要去回头。回头的话泽利有E技能，他是能跑掉的，你到时候你是真跑不掉，被控住的话。像这边后续出装的话，就是前2件的话就是这2件，后面的话得看情况。像有这种情侣这种回复的话，你就出个小反甲，后续出装再去怎么补。但这版本的话，你出那个高压罐是很有性价比的一件装备，既能打控制，也能拿来逃跑用，也能给队友保队友的时候，在队友身边击飞对方。
然后就是符文方面的话，带那个相位猛冲的话，是为了一套下来以后，因为牛头的话其实也够肉了，不影响。这里的话就看到 WQ2连失误了，不然在原地的话就会击杀的更轻松点，但也不影响了。然后牛头的话是够肉了，所以它不需要再带那个这个版本的那个，叫什么天赋来的？余震的话是没必要了，因为现在版本都比较肉，没什么性价比。然后，所以就选择带相位猛冲，而且能更好的去打控制，因为你的被动。等你被动好的时候是需要去贴近对方的，这里的话有个海闪的话，对牛头来说其实上限很好，特别是这个天赋的改动对牛头来说，比如说草里面或者说在盲视角的位置去闪，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，然后 Q 起来，然后再顶回来，把对面 C 位顶回来，这样的话输出空间就很大。这里牛头一直在龙区这边。看着对方，看对方是往哪边打。对面的话想碰蓝区，一直在对面打野，一直在蓝区。那这样的话可以配合金刚野，配合打野吧。这边的打野是，不是那个日文才是嘛。这里面莫甘娜的话支援太慢了，队友靠得太慢了，就中单跟那个下路3个人在，但这边泽利大招收割起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牛头跟上单换了那个中单换了2个人头，青钢影是中单。这样确实，如选择金刚影中单的话，支援也快。那这样的话，游过来这边配合队友，把先锋拿到手。WQ 2连直接，像你看没有，这里的话。被动叠满以后，再平 A 对方的话，就是有个控制效果。像牛头有大招的话，对面几乎打不动牛头的，因为他的大招增加60%的双抗，我去是。但是大招的话是不是双抗，是移除所有控制效果，并获得55%的伤害免疫。那这种比双抗还猛，伤害免疫的话，真的，所有伤害打上来就减一半，暴击也是，那你这能打得动才怪。所以有大招的牛头在这7秒钟时间而且到达3级以后是75%的减伤，1级的时候是55%，2级是65%嘛。而且牛头的被动是可以帮队友恢复血量嘛。就是他
就是蓝条下面的那个绿色的那里。这里选择闪现过来进场，去搞后面的后排，有大招，伤害是完全扛得住的。甚至有时候大招快没的时候，可以用 W 作为一个技能顶后边切后排的一些英雄。这里德莱文差点把牛头都砍掉了，还好牛头够肉。然后就是你击飞 W 或者说 Q 命中以后，可以减少那个被动的，就增加被动的那个堵条。在这边的话，各拿一条龙，这局的话是没有龙魂了。这里想把对面的针眼给排掉。对面卡牌开大了，往龙坑飞了个卡牌，对面都在下路，那就往下路开团抱团。因为这边的话，只要对面出现在有一个在上路，这边就可以选择开龙。这里一个进场大招，像你的大招不要一开始就放，而是说进去以后。进场以后，对面给控制想输出你的那一瞬间去释放大招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扛掉很多伤害，也能帮队友吸掉很多伤害。有可能比如说有2个大招放在你身上，那他的大招效果就会减半。这里闪现出来，但被德莱文收掉人头。没有大招的牛头确实还是比较脆的。像对面阵容的话，确实比这边好很多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后期的话就得看泽利的伤害了。这里有大招，看看怎么进场去骚扰对面。瑞文的一个进场很漂亮，有大招。把这边顶起来，然后去找对面的那个德莱文，看看你能不能找到。没机会。这边牛头先吸引了一波伤害，那边瑞文直接进场去找那2个残血，但也算是止损了，因为对面扫人的话没有大龙，就是扫人的话是推进不了的。像相位猛冲这样子一套上去，然后再拖站，或者说跑到敌方后面去挡住他后退的那种，等 CD 好了以后再接着输出第2套。这里
武器在这，我就想晕2个，这里对面闪了 W。像 WQ 的话，其实也摁早了也不行哈，因为它是到了位置以后有个缓冲期，然后这里面直接开大招进到后排去扛3个人，然后这里 Q 中4个人，那这样的话队友输出环境很好了，这样的话就直接等着回家，剩下的交给队友了，很极限。像 WQ 的话，其实 Q 早了和 Q 晚了都不行。Q 早了的话会原地先放了个 Q， 而是飞过去的，就是你往前顶的时候，你英雄单位是不是在那个位置嘛？然后就是飞过去的时候，它有个空档期，还没接触到对方单位的时候，然后摁 Q， 就是把你的位置，然后就是击飞会抵消你的 W 的那个。就是击飞的那个更高级一点，就是控制会更优先一点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